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溪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会联系我的一位好朋友，因为他前段时间很不幸的得到了新冠病毒，然后也是通过自己的自身抵抗力再加自我恢复，也全部康复了。很高兴他答应了我的请求，所以说我今天可以跟他连线一下，让他分享一下他得到新冠病毒的整个心路历程，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，可以让他讲一讲，如果在爱尔兰得到了新冠病毒，你应该怎样去，你知道联系医生，然后怎样去做检测，然后最后到康复的这一系列的心理变化，他都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。因为我觉得关注我的大多数人是在这边，你知道身在异国他乡的学生，所以说可能，而且我也经常会收到这方面的问题，所以说今天的视频希望对你们有帮助，然后下面我会跟他连线，让他来亲自跟你们讲一讲他是怎样度过这一段时间的。喂，听得到吗？你等一下，我按下免提。听得见哈？我也听见。可以。那我们现在开始。我现在连线到了我的好朋友，然后他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他刚开始出现症状的时候，你是一个怎样的情况，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吗？刚开始出现症状的时候呢，因为呢，就是我当时呢就想可能是新冠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有我的一个就是说亲戚他已经被确诊新冠了啊，然后他当时他到过我们家，第一个被感染的是我老婆，然后才是我。当时出现的症状的话，其实跟流感没什么差别，头晕啊，流鼻涕啊，然后有一些比较不同的就是，当时我感觉就是说，特别是我两条腿的膝盖就是特别酸。然后的话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当时第一次感觉到症状的时候是12月30号，但是到12月31号的时候，我已经抵不住了，所以12月31号我请假，然后去预约那个就是核酸检测。行，我想问一下，你膝盖酸是怎么一个酸法？你走路可以走吗？走路是可以走的，它膝盖酸那种感觉，就相当于你长期没有运动，然后突然之间来一个剧烈运动的话。就是一个酸痛的感觉，是像爬山以后，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，然后就走路下不了楼的那个感觉吗？因为我之前有爬山，然后第二天就整个腿都走不了，是那种感觉吗？对，是那种感觉，但是它到不了那种你走不动的程度，你还可以走，但是就是比较酸而已。然后你有失去味觉，然后其他一些比较就是说普通的那些症状吗？没有，我当时是有味觉有嗅觉的，但是我老婆当时没有味觉没有嗅觉。你老婆没有，对，你们两个人的症状是不一样的。对，有发烧吗？你们两个都有发烧吗？都有发烧。烧的话，对，我当时晚上自己测过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当时我烧到是37.8度。哇塞，那挺高的。我记得有些人是低烧，然后有些人是高烧，你们都是发高烧是吗？我跟我老婆是高烧吧，高烧吧，37。行，那你在出现症状以后有没有吃任何的药啊？或者是你知道我看到网上很多人说吃那个莲花清瘟，还有什么你知道清肺的？你家里有没有备那些药？还是说你只是吃当地的那些止痛药那些？你是怎样有治疗的？第一个呢，我没那个药；第二个呢，我啥药也没吃。我就自己扛过来了，自己扛3-4天就过来了。有熬点鸡汤什么，就是补一补之类的，还是说就正常就是熬过来了？就正常的熬，就正常流感一样，正常作息，正常流感。行，你大概过了多少天以后，然后症状开始慢慢的变化？就是说变缓的话，变缓是对，大概3-4天之后，3-4天之后就好很多，挺快的，3-4天。对，3-4天，那挺快的。你最后痊愈以后的话，你身体会觉得跟以前有什么变化吗？假如说膝盖还会有没有一些后遗症啊，或者是肺部会有没有一些觉得还有在的情况？
我觉得没有，没有。因为如果你痊愈之后，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，没有太大改变。然后你去踢足球，都是像以前正常一样，都没有觉得身体上有被拖累到，也没有这种情况。没有，那挺好的。新冠的话是没有，但是有一个就是说是有一个感觉就是什么，就是因为你不是在家被隔离好长时间嘛，哪也没去，突然之间剧烈运动的话，就是说有点酸痛，但是新冠的问题的话是没有的。哎，你隔离了多久啊？当时医生叫你在家隔离的话，当时医生跟我说在家隔离10天嘛，10天啊，10天还好。你像我有时候坐在家也10天没有出去，10天还好。对呀，对。我知道你当时去做检测，然后你可以跟我大概讲一下，你知道检测的过程，就要怎样打电话给 GP， 然后检测的话要等多久，然后这一切都顺利吗？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过程。星期一到星期五的话你是可以打电话给 GP 的，但是我当时打电话的话是在周末，所以说周末我没有给我 GP 打电话，我是给我那个当地的医院打的电话。然后当地的医院就跟我说那个了解一下我的病情之后，就直接给我预定了一个那个核酸检测的一个那个就相当于挂一号呗，挂一号。然后对，然后我把我的那个他需要你的那个手机号码，然后我把我手机号码给了他之后，然后他第2天给我发的短信跟我说那个我那个核酸检测那个地点在哪儿，然后是在大概过了，因为他给我预定的时间是在2天之后，挺快的，所以说2天之后我自己去我当地郡一个检测点对，过去之后，因为我之前的话我去过那个地方，因为我之前的话我带我老婆去过，当时我老婆检测的是阴性嘛，还没有查出，其实我老婆是阳性。第一次我带我老婆去的时候，第一次是他没有检测出来是吗？假阴性。对，我老婆那个没检测出来，所以我知道该怎么流程是什么。所以第2次我去的时候，刚过完圣诞节嘛，所以人特别多。第2次去的时候我还就是他要求我等了一段时间，因为第1次去的时候我没有等，直接我老婆没有等，直接就可以检测了。第2次的话就比较所以说第2次等那段时间。然后那个检测地方是开车经过的，还是说要下车，是怎样的？你开车到那儿之后呢，就是说，你要下车的。要下车。下车之后呢，就是说，对，你要步行那个到检测点里面去检测。行，等于是你打电话，然后2天就预测到了，2天就预定到了检测，然后就过去了，还挺快的。对，您记得有一次那个圣诞节过完之后，他突然有一天那个就是说新冠那个暴增，检测完之后，他案件他飙升到大概6000多，对知道吧？对，我记得有一次，对，我就是那6000多里面的一个，你就是那一批。那个检测完以后的话，那个结果是发信息通知到你的手机上，还是通知你 GP？ 是怎样得到结果的？结果的话，他也是通过那个短信给你发到你手机上。大概等了多久？手机上那个，是在48小时之内给我发。那一切挺快的。那一切像从你打电话到 GP， 然后到收到这个短信的话，也就一周不到，4-5天就好了。对，那挺快的，那比我想象的要快很多。对，挺快，倒是挺快的。行。然后最后我觉得其实你知道很多关注我频道的人是来这边上学的人，他们可能都是学生，然后在这边也没有说有家庭或者是有依靠，也挺担心的。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应该有一个积极的心态去面对，像你说的一样，就是比较严重的感冒而已。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在这一段时间心理的变化吗？你刚开始会不会有一些紧张？然后你觉得大家如果人在外面的话，需要注意些什么事情？可以讲一下你的心得分享一下。紧张的话，我觉得也没什么紧张。没有，因为你毕竟到时候你已经被检测出来之后，你再做什么也已经木已成舟，没必要紧张。是。然后其他的话，我觉得就是说，就是人多的地方就尽量别去。对。然后如果你非要去的话，咱就是说去的次数少一点。对。然后呢，就是多戴口罩，就是说
对，有人群比较多的时候多戴点口罩，然后对，就是说现在不是还是属于是那个 level 5嘛，现在就是 level 5那个隔离嘛，对对，就是人家怎么规定咱们怎么做去。第一个就是说不要给别人添麻烦，第二个也不要给自己添麻烦，对，确实是这样。对呀、行，那也挺好的。然后医生是有跟你说你会有抗体，还是会有提到这个事情？说过是说有多久？医生跟我说的话就是说，如果就是说新冠就相当于是就是个体免疫之后嘛，个体免疫之后你自身会产生一个对新冠的一个抗体，大概有效期的话是在就是5个月左右。5个月。就是我是1月份，对1月初被查出来，所以说我到6月之前的话，应该是都没什么问题。哦，那也挺好的。你有打算去接种疫苗吗？因为我有问旁边的人，有些人好像也不愿意去接种。如果轮到我们，你会去接吗？我想过，你想？但是我想问，就是说是，到时候如果接种疫苗的话，我想问，就是说是，他接种的疫苗只是针对于没有被新冠感染的人群啊，还是就是说是包括被新冠感染的人群，就是全部都包括的？我觉得应该是全部。因为我上次看那个头条上面不是有说嘛，说是如果你就得过新冠之后，自己产生抗体之后，虽然说是它抗体存在的时间是有限的，但是过了那段时间之后，你身体里面其实还是有一小部分抗体的。对，当时有人就说是因为这个小部分抗体的话，会跟你打的疫苗会产生冲突。有的人说是不可能，所以说我自己也不知道。所以说，因为现在抗体不是咱们还没开始打嘛，那个疫苗，对，疫苗不是还没开始打嘛，所以说等开始打的时候，那我肯定要先问一下，说像我这种人，就是已经得过，就已经被感染过新冠，对，在好了之后适合不适合这种疫苗，对吧？对，有道理。不知道。对，因为你们可能对有道理，可能有些疫苗的话，会跟如果说以前得了新冠的话，可能会有一些冲突，要问一下医生的专业意见，可能比较好一点，是吧？对呀，对，因为现在爱尔兰这边打的疫苗就大概是3种嘛，一个是辉瑞的，一个是阿斯利康的，还有一个是默克的。还有一个什么沃克？第三个我没有听说过。默克的话也是以前的我在国内就是说设立这部分药企的时候，就是也企业就是跟他们都合作，所以默克德国的吗？哎呀，具体哪儿的我真不知道。哦，那第三个我没有听过。对，阿斯利康跟辉瑞的，现在不是都在说阿斯利康的那个疫苗打就不是有副作用吗？对，很多人不是打出了意外嘛？那个挪威不是有10几个老人，然后葡萄牙好像还有什么一个年轻的护士也是有意外发生。葡萄牙上面很多的，那个美国不是现在也开始打疫苗嘛？有的那个我看有一博主的话，他就是打疫苗之后出现就是身体的一些就是负面的一些反应。对，其实是身上面有一些皮疹，我听他说，然后因为他自己本来就是护士嘛，所以说他后来他自己把自己治愈好。但是咱们这边的话就不太清楚。对，我其实都想看一下。你说如果大家都打了疫苗，我其实也都没事了。哎，咱们这边打疫苗是怎么打的？是你的 GP 给你打电话呀，还是公司就是说组织呢？应该是政府统一，我猜应该是等他把那些优先人群都打完了以后，然后的话他可能会安排。我上次看新闻是说安排每一个地方有几个点，然后你自己去打就好，自己去报名，网上预约，然后自己去打。对，他会设计的点。我们这儿好点。我们这儿那个人少嘛，不像都柏林人。对。差不多。对，基本上就这样。可以了。到时候剪了，行，谢谢你哈。那你在家好好休息，玩的开心一点，休息的开心一点。行。好了，好，就这样，再见啊。拜拜。好了，最后我想说的是，其实新冠病毒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。
很重要的其实就是摆正自己的心态。如果真正得了，然后继续去面对，继续去治疗。其实我们年轻人如果没有什么慢性疾病的话，80%-90%都是可以自己在家，然后通过自己的抵抗力去恢复、去康复的。所以大家不需要特别的担心，然后来影响到自己的生活质量。最后我会把爱尔兰的官网对于新冠病毒的一些如果得了怎么办，然后后续的一些跟踪之类的信息就会写在这个屏幕上面，然后应该是这边当地医疗局的一个官网。然后如果你在爱尔兰，然后有一些新冠方面的问题的话，都会在这个官网上找到。最后呢，祝大家都平安都健康，然后下期的视频再见，拜。